求我活，连着老天爷也不让我活呀！他叫刘三阳，不会武功，是清泉驿的一名普通杂役，普通到玩家們直接稱呼他為麻布袋。他性格懦弱膽小，不善言辭。此時他和郭興是同一時間線，吐蕃包圍了河西，郭興困守秋瓷城，而清泉驿也注定守不住。於是受清泉驿驿長陳哥的囑托，劉三陽要護送棉花種子回到大唐長安。不過我猜陳哥還有另外一層意思，他想假借護送棉花的名義，讓劉三陽活下去。不断的天，这一战这上对，光哈的不干的，还有对手强的，这早都不疼人了呀！我一天不离身就这么背哈，我是放不敢放，看不敢多看，我就怕一看哈落了，犯下差错讓你饿死。留下买路财。劉三陽隨商隊一起從清泉驿出發，不久便遇上了劫匪。但是劫匪今天竟然吃素，放過了所有人。商隊認為麻布袋是災星，將他趕出了商隊。但他們不知道的是，麻布袋不是災星，而是福星。劫匪不搶劫他們，恰好是因為麻布袋。麻布袋被趕出商隊之後，一個人艱難了很多，半路上還被狐狸叼走了他的水袋，這在沙漠裡等同於謀殺了他的性命。於是出現了影片開頭的那一幕。我這麼些天，走好了這麼些天，老天爺是要絕我的呀！哎，老天爺不叫我們回去啊，陳哥，老天爺不給活路呀！劉三陽這一嗓子把我吼哭了，讓我想到了龜奶奶。不同的是，龜奶奶等的是一人歸來，而劉三陽救的是天下眾生。老天爺呀，你不叫活呀！我太懂劉三陽此刻的心情了，共情一下你此刻正在無人區，望不到邊的沙漠是你最真實的絕望。沒有了水和糧食，你要怎麼活下去？白天有烈日高溫，像是炭烤一樣；到了晚上，氣溫驟降，還有吃人的野狼和禿鷲。當然，最可怕的是，你還遇到了其他人。你說長安早就不管事了。放你娘的屁！老子還在這兒呢！劉三陽遇到了從前線潰敗的吐蕃士兵，燒殺掠奪，無惡不作。恍惚之間，劉三陽看到了陳哥，也正是因為這次幻覺給他壯了膽子，仿佛回到了自己年輕時候的樣子。陳哥，我就說你是個兵。劉三兒，來幫忙。劉三陽一個人殺了4個，其餘的士兵本就是從前線潰敗下來的亂兵，被劉三陽這股子狠勁嚇跑了。但劉三陽畢竟手裡拿的是小刀，經此一戰，他自己也受了重傷。劉三陽看向天空的禿鷲，知道自己時日無多，於是心裡有了想法。劉三陽被商隊趕出來之後，小蓮不放心劉三陽，便主動過來找他。劉三陽把自己的全部家產給了小蓮，希望他能活下去。而這個小蓮就是今後蓮道子的爺爺。注意，這3枚銅錢上面寫着大力元寶。郭興困守白頭城，鑄造了錢幣大力元寶。這就是為什麼之前的劫匪放過了他們所有人。那是因為劫匪頭子之前受了安西都護府郭興的恩惠，看到了劉三陽手裡的這3枚銅錢，認為他是郭興的人，於是放走了劉三陽和商隊，並說道：之前的恩惠老子還清了。這是大力15年的，可是大力
還有15年呀！這裡的劇情和龜奶奶簡直一模一樣。5代十國總共才53年，竟然換了54次皇帝。由於信息閉塞，當時的百姓不知道已經改朝換代了。這也是另一個感動人的地方。劉三陽知道自己活不了，他將生命的希望傳遞給了小蓮，於是有了後來《涼州三部曲》的另一位主角蓮道子。回去了。因为天上的秃鹫只吃活物，劉三陽將棉花種子撒在了自己的眼睛上，他希望禿鷲能將棉花種子帶回大唐長安，以拯救天下蒼生。此刻我已是潸然淚下，禿鷲啄他的眼睛，那該是有多痛啊！將死之人本不必如此，可他還想着這世上活着的人。先生大義，請受我一拜。禿鷲吃了棉花種子，排泄物落在了長安大唐境內。一場大雨下來，種子開始破土發芽。時過境遷，終於有一天，有個小男孩發現了它。然而，此時的百姓還不知道棉花的作用。此刻的大唐長安，人們還沒有棉花做的衣物抵禦寒冷，因此一到冬天就會有大批的人凍死。来這裡。女主人給了窮人一件棉襖，很明顯這是棉花織成的。這裡我再一次被感動了，素未謀面卻以衣物相贈，這家女主絕對是女菩薩。何為菩薩？不是高高在上的神，而是芸芸眾生。你心懷善良，樂於助人，便是菩薩。劉三陽捨身取義是菩薩，女主人以衣物相贈，救窮人於寒冬亦是菩薩。只要你願意，你也可以是菩薩。給流浪漢一個饅頭，或者把自己不穿的舊衣服贈送給需要的窮人，助他度過寒冬，幫助窮人，保護弱者，心懷善良，伸張正義，那麼你就是菩薩。這是。劉三陽用命換來的種子，在華夏開出了潔白的花，幫助了千千萬萬的窮人百姓度過了寒冬，拯救了天下蒼生。女主也將棉花種子免費分享給了更多的百姓，讓潔白的棉花開遍華夏大地。我是開心遊戲，讚！我就不要了。給劉三陽和女主，給那些願意幫助別人、心懷善良的普通人。普通人、善良的人是真正偉大的人。